只有4%的韩国人支持中国。如果中美发生冲突，有68%的韩国人呢将站在美国人一边。99%的人表示他们更愿意跟着美国一起抗击新冠病毒。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说的话题韩国的民众极度的亲美反华，那中国的崛起要请韩国人适应一下。1月21号的南华早报报道韩国中央日报委托首尔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进行了一场调查，只有4%的韩国人支持中国。如果中美发生冲突，有68%的韩国人呢将站在美国人一边。99%的人表示他们更愿意跟着美国一起抗击新冠病毒。这样的民意调查结果一点都不让人感到意外。美国在军事上是韩国的盟友，在政治上严密地控制着韩国。韩国最主要的企业是三星集团，其实是完完全全控制在美国财团手上。韩国的前几任总统之所以在下台之后都没有好下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完完全全的听美国人的话。经过几十年的反共宣传绝大多数韩国老百姓已经相信美国是来维护东北亚和平的，而中国、俄罗斯和朝鲜是和平的破坏者。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采访普通韩国人，他们怎么可能说中国的好话呢？另外，韩国和中国存在着竞争，我们可以数一数市面上的韩国产品，比如化妆品、石油化工制品、汽车、电子产品，甚至于电影电视或电子游戏等等。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国企业与韩国企业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韩国的企业实际上并没有掌握多少关键技术，只是西方工业合作中的一个具体的环节而已。美国财团把人力需求比较高又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环节放在了韩国，所以才造成了所谓的汉江奇迹。离开了美国、欧洲的资金、技术和核心元器件，韩国的产业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最典型的就是汽车。韩国汽车一度行销全球，中国也曾经引进了韩国的几个汽车品牌，但是到今天我们看看大街上，除了现代汽车之外，韩国的另外几个汽车品牌基本上都已经消失了。现代汽车在中国市场上也面临着新能源汽车的猛烈的冲击。至于三星电子的各种消费产品，早就已经被中国的品牌竞争的几乎消失了。如今在大中型城市的繁华商业区，我们几乎已经看不到三星手机的专卖店了。当然了，这并不是说韩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已经没有活路了，他们在中国的市场上依然很活跃，而且中韩贸易不断的攀升。但是韩国企业要是想像10年、20年前那样轻轻松松的在中国的市场赚大钱，那已经是不可能了。韩国还因为允许美国部署萨德导弹的问题，遭到了中国的严厉的惩处。一度大规模扩张的韩国乐天集团，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失去了中国的所有市场。所以韩国民间亲美反华完全不出人意外。不过呢，民意调查是民意调查，实际做法是实际做法。就像韩国政府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韩国人就算非常的不喜欢中国，也不太可能在实际行动中采取什么冒犯中国的做法。这是因为中国有足够的实力让韩国日子不好过。首先就是朝鲜半岛的局势问题，因为中国对朝鲜的巨大的影响力，韩国安稳不安稳，中国是能起作用的。另外，中国现在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国，失去中国市场，日子不好过的韩国企业会雪上加霜。这样的压力会直接传导给韩国社会。韩国已经是东北亚各个国家当中内卷最为残酷的国家，如果把对华关系搞砸了，那就不是内卷这么简单的事情了。韩国由于前几年的经济高速的发展在一部分人当中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民族自大。然而，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宁主要取决于中国是不是足够的强大。只有中国强大了，朝鲜半岛上的人们才有好日子过。中国要是衰落下去，那么朝鲜半岛就会立刻成为帝国主义的跳板，陷入长期的
战乱当中。如今呢，中国已经重新崛起，东北亚的局面正在面临着又一次历史转折，所以已经适应美国当老大的韩国人有所不习惯、不甘心、不接受，在所难免。但是我们相信呢，随着中国的继续复兴，东北亚的局势还会发生变化，韩国人迟早会习惯、会适应的。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